对于不朽不灭大阵的恐怖威力，萧炎盘龙以及2位神殿殿主以及夭夭他们都深深感到震撼。不过不得不说，不朽风兰的实力的强大，不朽不灭大阵的气息能够让大家清楚地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威力，能轻易地将所有万物彻底磨灭。就在这个时候，神法大阵彻底地破碎开来，发出一道耀眼的光晕，洒满了整个空间。随着光晕的消散，四周的环境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死寂的气息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秘而玄奥的气氛。众人望着眼前的景象，都是一脸震惊的表情。他们看到的是一道巍峨壮观的天梯，根本望不到尽头，直通云霄，仿佛是通往某一个世界。天梯周围弥漫着玄奥的规则，闪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光芒。每一步台阶都蕴含着深邃的道理，每一声风响都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众人心中的震惊难以言表，他们知道这一道天梯是通往那一摞宝藏通天墓的必经之路。看来这里只是通天墓的外围，只要顺利登上天梯之巅，就能够抵达真正的通天墓核心。不朽风兰的声音带着一股无形的神威弥漫四周。萧炎、盘龙等众人深吸一口气，他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道望不到尽头的天梯，心中充满了激动兴奋的情绪。大家进入通天墓之后都小心一点，那位通天墓的主人怕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得到他所遗留的宝藏的。为了安全起见，不朽风兰继续提醒着大家，众人也保持着十分的谨慎。这时萧炎却突然开口，虽然我还没进入通天墓中，但我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有些强烈，仿佛在吸引着我。那看来在这通天墓之中真的存在着你所需之物。果然不朽风兰没有猜错，在这通天墓之中定然存在着某种火焰本源。如今我已经收服了6道神火，还差3道神火就能够彻底的激活焚神绝焚神、焚神9火的全部力量。不知道在这通天墓中的火焰是哪种神火，但不管是什么神火，我都要将其收服。萧炎暗自道了一声，面对神藏中越来越强大的对手，只能收服更多的神火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了。在场的每个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望不到尽头的天梯。天梯如白玉铺成，镶嵌在虚空之上。随着时光的流转，天梯上开始闪烁起点点造化之光，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渐渐的，这些光芒汇聚成一条璀璨的光带，沿着天梯而下。一股无形的吸引力自那造化之光芒中散发出来，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心神不宁，无法抗拒那来自天梯之巅的召唤。不朽风兰神情凝重，但眼中闪烁着对宝藏的渴望。他高举双手，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就是此刻，大家随我登上天梯。他的步伐坚定，仿佛每一步都能踏碎虚空，引得众人心潮澎湃，纷纷紧随其后。当众人踏上天梯的那一步，他们只觉得脚下的造化之光犹如活水一般涌入体内，但却无法被身体所存留，如同沙粒穿过指缝，只留下一丝丝玄奥的余温。众人面面相觑，惊讶于这不可思议的现象，但内心的贪婪和好奇驱使他们继续前行。大家神情肃穆，并且带着一丝的气喘吁吁，或许是因为周围造化之光的缘故，每一级台阶仿佛都在考验着他们的意志。天梯上的造化之光像是被他们的毅力所激活，变得愈发明亮。那些造化之光仿佛有着生命，时而跳跃，时而沉寂，如同星辰在天梯上跳舞，引导着大家向更高的层次进发。不过随着距离天梯之巅越近，这里的时间都似乎带着凝固，每一步都显得异常的沉重，但众人的眼神却愈发的坚定。时间缓缓流逝，众人心无旁骛，只感受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与呼吸的节奏。终于在经历了半小时的艰辛跋涉后，天梯之巅赫然在目，几十道身影瞬息之间就踏过了最后一个阶梯。而天梯之巅乃是一片光芒万丈的奇妙空间，通天墓宝藏的绚丽与造化之光的神秘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一幅美得令人窒息的美丽图景，如梦似幻。此刻他们仿佛步入了一个梦境，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梦境，每一步都踩在云雾之上，呼吸间都是宝物的芬芳。宝藏与造化的光辉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震撼。不朽风兰站在天梯之巅，俯瞰着脚下这个造化之光万丈的世界，心中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他知道这里不仅藏着通天墓的宝藏，更有足以改变世界规则的造化本源。这些造化本源对于造化主神来说都是一次修炼的资源，但是对大道主神来说，造化本源却是无法触及的存在。因为刚刚实力在造化之下的萧炎、盘龙以及2位神殿殿主，他们在触碰到天梯上的造化之光时，那些造化之光并未存留在体内，而是直接穿透了他们的大道道体。就算大道主神主动去吸收这些造化之光，恐怕都无法将领悟造化的玄奥，更不要说吸收造化本源了。不过这造化之光中的本源却是对不朽风兰以及双龙尊主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到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造化层次，
想要提升造化修为更是难上加难。但这通天木中有一物却是不朽风兰最关注的，只要获得那一物，或许自己的造化修为都是能够再次登上一层楼。这里就是通天木吗？还以为会是一个废墟之地，没想到却是以这样的一个神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此刻，萧炎、盘龙、夭夭、小龙与寒等人被四周的景色所迷倒，这哪里是遗落的世界，这里更像是所有神奇强者都要追寻的地方。在这奇妙的空间中，造化之光在各个宝藏间反射折射，创造出无数道彩虹般的光带，轻轻飘动。宝藏的形态各异，有的如同古老的卷轴，散发着智慧的气息，有的则像极了神话中的神兵利器，闪烁着威严的光芒。众人在这梦境般的美景中徘徊，内心充满了对通天木宝藏后的喜悦，同时也对这天梯之巅的奇迹感到一丝丝敬畏。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通天木并非真正的样貌，其实是周围造化之光的缘故。因为造化之光中存在着造化本源，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自然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世界规则，而这如梦似幻的世界就是新规则的世界。不朽风兰对造化神力的领悟还要比双龙尊主更加高深一些，所以对这如梦似幻的通天木自然一眼就分析出了其中的原因。造化本源居然还能够自己演化出新的规则世界，果然比大道之法更加的玄奥。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不由得吃惊道，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超脱大道之上，登临造化之境。一声感叹在他们二人的喉咙间传出，虽然他们拥有神脉力量，可是也无法让自身进入造化之境的神境领域，这就是主神之间的巨大差距。你们有机会的，在你们的身上我感应到了神族神脉的力量，应该是某个神族的后裔吧。虽然说你们二人体内的神脉陷入沉寂，如果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在这通天木中得到一些能够彻底激活神脉力量的方法机缘。一旦你们的神脉不受予限制，那么你们也将会激活真正属于你们一族的神脉之力，到时候说不定脱胎换骨，实力自然也会达到非常惊人的神境领域。不朽风兰的那一双不朽之眼仿佛已经看透了在场所有人的秘密，任何秘密都无法在不朽之眼下逃脱，包括萧炎、盘龙以及神元宫的一众人。听到这里，两位神殿殿主的脸色变得有些无奈。之前那个时候或许应该能够解决神脉力量的沉寂问题，可是经过那一场毁灭之战，导致了那个世界中的所有机缘都被化为虚无，这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损失那是相当大的。但是既然不朽风兰这位神族长说通天木之中也会存在着可以解决神脉沉寂的方法机缘，他们的内心的希望也被再次激发出来。那么大家就开始行动吧。这无灵地带虽然弥漫死寂之气，但也有不少神灵大能回进入到这里，到时候被发现通天木，那么避免不了一些争斗，所以我们尽快去寻自己的宝物机缘。众人应了一声后，便是在这充满梦幻的通天木之中开始寻找自己的机缘。通天木内造化之光微微闪烁，如同夜空中的无数星辰弥漫在四周。走，我们去那边。夭夭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能量的波动，便是与神元宫的众人化作一道道流光，向着通天木中的一处方向急速飞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机缘。夭夭、小龙与寒等人脸上洋溢着期待和兴奋，他们的目光坚定，仿佛已经看到了属于自己的奇迹。盘龙的身影也消失在原地，看看能否在这通天木之中寻得自己的另一半部分混元魄。两位神殿殿主二人神情严肃，步伐匆匆，他们深知神脉沉寂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也没有浪费时间，直接一脚踏，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解决神脉力量沉寂的问题。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不容置疑的决心，仿佛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也要一往无前。看见大家都已经深入通天木的深处，萧炎则显得格外冷静，他凭着自己的直觉朝着通天木的深处走去。他的速度不快，而是缓缓的行走，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而萧炎所走的方向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现在只有不朽神族的众神灵还站在原地的中央，他们的面容庄严肃穆，彼此间似乎在进行着神灵间的低语。他们的眼神投向萧炎离去的方向，流露出一丝期待之色，不知道这位萧炎能否找出存在着通天木中的火焰。不朽神族的其他神灵们环绕着他们的神族长，他们的外表各异，有的威严如山，有的飘逸若风，但此刻所有的眼神都聚焦在不朽风兰身上，等待着他的指引。神族长大人，我们准备去那个方向寻找那一物。其中一位不朽神灵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像是波澜不惊的湖面被轻轻一触，泛起细微的涟漪。不朽风兰的双眸如同深邃的星空，他缓缓开口：不着急，我们需要等。这个回答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顿时激起了一片哗然。其他的神灵们面面相觑，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疑惑，为何要等待？他们想不明白，
在这个通天墓中，任何珍稀之物都需要不懈的追寻和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为何这次却要静候其成？不朽风兰洞悉这些不朽神灵们的疑虑，他的声音再次响起，像是春风拂过冰封的大地，温柔而充满了解他的力量。我们要找的东西，它拥有着自己非常强大的认主意志，它自由而不羁，几乎无法用常规的方法找到。它就像是天际边的流星，你越是追逐，它就越显得遥不可及。因此，我们需要耐心，需要等待，只有当它愿意出现时，才能够与之相遇，到时才有出手夺取的机会。此时，不朽神族的神灵们安静了下来，他们的眼神从迷惑转为思索。他们知道自己这位不朽神族长的话中蕴含着深意，在静谧中等待这份时机。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吗？不朽神族长的目光却是看向了通天墓的最深处，道：不是这里，而是去另一个地方等，而且需要我不朽之力作为诱饵引他出来。不朽神灵们一听，直接惊呼起来，以不朽之力为诱饵，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居然引他出来需要不朽之力。那一物不仅仅是对不朽之力如此，而是对出元之力都感兴趣，因为他需要选择其中一种力量视为他的主人。如果一旦成为那一物的主人，那么我的实力将会变得强大无，而且造化之躯也会得到一个全新层次的升华。即便是面对造化极限主神的大能者，都有着抗衡之力，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说起这一物，不朽神族长的眼瞳中都忍不住地流露出一道道势在必得的精芒。对所有出元之力都感到兴趣，如果其他神族神灵大能进来这里，岂不是那东西也很有可能选择其他出元之力，比如应龙神族的双龙尊主？无碍，本来就是一场公平的选择，而且那东西有着自己的意志。如果他选择了应龙之力，我们即便抢夺过来，也无法成为他认可的主人。不被认可，那么就无法与其达成融合的协议。不朽神族长并没有否认，但他似乎非常的有自信，那一物会选择他的不朽之力。他又补充了一句：更为重要的是，我的不朽之力比双龙尊主的应龙之力更为精纯完整，所以最大的概率还是会选择不朽之力吧。其他不朽神灵闻言也是稍稍的松了一口气，那东西似乎非常之强，与之融合就能够使得自身实力和造化之躯发生质的升华，这对于造化主神来说都是无比垂涎之物。神族长大人，那么我们就立马行动吧，毕竟通天墓的身法大阵被破，相信这个地方应该很快就会被其他神灵大能发现。为了在被其他神灵大能发现通天墓之前，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行动。不朽神族长身着华贵的长袍，袍摆随风轻轻飘扬，他的目光坚定而深邃，仿佛能看透时间和空间的尽头。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一股无形的造化威压顿时蔓延开来，使得周围的不朽神灵们都肃然起敬。旋即他手中的神杖轻挥，一道光芒从天穹泻下，瞬间锁定了通天墓深处的位置，然后抬起自己的指尖，凝聚出一团璀璨的光芒。只见他轻轻一指，眼前的空间便如波纹般扭曲，裂开了一道深邃的裂缝。走吧。随着不朽神族长的一声低语，踏出一步便是走入了那道空间裂缝中，不朽神灵们紧随其后，他们的身形闪动，如同幻影一般，一个接一个的跃入空间裂缝中，直至消失在了扭曲的空间裂缝之中。通天墓内紧张而激动的气氛弥漫开来，每个踏入这片通天墓神奇大能都紧握着手中的武器，眼神中闪烁着对未知的渴望和对机缘的追求。他们带着凝重兴奋，但无一不怀揣着各自的目的，踏上了寻找属于自己的机缘征途。而在这片神秘莫测通天墓的深处，似乎隐藏着能够撼动天地的秘密。